深夜11点47分，我戴着监听耳机，在音频工作站上按下了播放键。耳机里先是一阵沙沙的底噪，接着响起几个少年清脆却故作低沉的声音。喂，测试。1987年10月25日，青川中学广播剧社第3次录制，现在开始。我调低了音量。作为一名专攻老旧介质修复的音频工程师，这种上世纪80年代的卡带内容我见过太多，无非是学生社团幼稚的戏剧尝试，翻唱流行歌，或者私下传阅的盗版音乐。但这份委托有些特别，寄件人没有署名，地址栏只写了青川镇，随磁带付了一笔可观的预付款和一张字条，请修复磁带，找出所有隐藏内容，关乎人命。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不自然的僵硬，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袋子本身状态极差，磁粉脱落严重。A 面标签上写着广播剧《古堡秘闻》第3幕， B 面则是空白。我用专业设备做了初步清洁和数据化，现在正在听第1次转储的成果。磁带里的广播剧开始了，剧情俗套，一群学生探险废弃古堡，遭遇各种灵异现象，但录制质量意外的好，背景音效丰富，脚步声在空旷走廊的回响，老旧木门的吱呀，远处若有若无的哭泣声。演员的台词功底也不错，情绪饱满。然而听着听着，我的右耳开始刺痛。我有轻度的听觉过敏症，对特定频率敏感。此刻刺痛感来自一段背景音，那隐约的哭泣声。它不是单纯的音效，里面有细节，抽泣的节奏，喉咙里压抑的哽咽，甚至换气时细微的水声，太真实了。我暂停播放，揉了揉耳朵，将那段哭泣声单独截取出来，做了频谱分析。波形显示这不是单一声源，哭泣声中叠加着极微弱但规律的类似心跳的低频脉冲，以及一种几乎听不见的高频谐波，像是金属轻微摩擦的声音。怪事，80年代的中学生社团能有这么精细的拟音技术？我继续播放，剧情推进到古堡地下室，学生们发现了一本日记，饰演发现者的男生念着日记内容。他们不让我出去，说我病了，可我知道我没病，我只是看见了他们做的事。在旧校舍后面，月亮很圆的那晚。念到这里，录音里突然插入一阵剧烈的电磁干扰噪声，持续了3秒。噪声过后，男生的声音变了，不再是表演的腔调，而是带着真实的压抑的恐惧。这什么？剧本里没这段。另一个声音打断他，是个女生，应该是导演。别停，接着念，袋子快不够了。男生迟疑了一下，继续念，但声音发颤。如果谁听到这段话，请去旧校舍地下的锅炉房看看，墙是空的，我在里面，我叫咔。录音到这里突兀的切断，只剩下沙沙声，我后背有点发凉。这不像表演，那段插入的日记，语气、内容都透着一股不祥的真实感，而男生的反应更是真实恐惧的流露。我看了看进度条， A 面还有最后5分钟。我点击播放，沙沙声持续了10几秒，然后一个全新的声音出现了，不是之前任何一个演员的声音，更年轻，更清脆，是个女孩，顶多13、14岁。她在哼歌，调子很简单，重复着几个音符，但哼得断断续续，中间夹杂着吸鼻子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强忍着。哼唱声很干净，几乎没有环境音，像是贴着麦克风录的。忽然哼唱停了，
女孩开口说话，声音压得极低，带着颤抖。有人吗？求求你们放我出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看的。这里好黑，有老鼠，还有水声，谁来救救我？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像是身体撞在木头上，伴随着铁链晃动的哗啦声。女孩发出短促的惊叫，然后一切声音戛然而止。磁带 A 面结束，我摘下耳机，房间里只剩下空调的低鸣。已经是凌晨1点，我的工作室在郊区独栋民居的1楼，窗外夜色浓重。刚才那段绝不是广播剧，那女孩的绝望穿透了30多年的时光和磁粉的磨损，直接攥住了我的心脏，关乎人命。字条上的话在我脑中回响，我深吸一口气，准备换 B 面，但就在我手指即将碰到卡带时，咚，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从我脚下传来。我僵住了，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来自地板下方。这房子有地下室，但入口被封死了。房东说下面只有一些废弃的管道和杂物。咚，又一声，这次更近了些，似乎就在我椅子正下方的位置。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几秒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极其微弱，但通过我受过训练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是哼唱声，和磁带里那个女孩哼的一模一样的调子，从地板下面传上来。我的血液瞬间凉了。幻觉？听觉过敏引起的幻听？还是这破房子地基不牢，把什么远处的微弱声音传导上来了？我强迫自己冷静，戴上耳机，将 B 面磁带放入播放器，将音量调到最大，试图用声音掩盖那可怕的哼唱。B 面开始播放，起初是长段的空白噪音，接着出现了一些零碎的难以辨识的环境音，滴水声、金属摩擦声、纸张翻动声，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年纪较大，语气严肃。调查结论已经出来了，学生林小月因长期心理压力产生幻听幻觉，于1987年10月28日夜间从旧校舍天台坠亡，系自杀。相关责任人员已进行批评教育，此事到此为止，任何人不得再议论传播，尤其不能对媒体提及，明白了吗？几个含糊的男生附和，明白了主任。可是主任，一个年轻些的声音犹豫道，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没有。可是主任的声音严厉打断，这就是最终结论，录音带全部上交，统一销毁，散会。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脚步声，录音结束。林小月，这就是磁带里那个女孩的名字。1987年10月28日坠亡，而磁带 A 面标注的录制日期是10月25日，也就是说，录制这段广播剧的3天后，这个女孩就死了。而录音里提到的录音带全部上交，统一销毁，显然没有被彻底执行，至少我手上这盘逃过了。咚，脚下的撞击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重。紧接着，那哼唱声也变大了，不再是隐约可闻，而是清晰的、持续的从地板缝隙中钻上来。调子没变，但这次我听到了歌词，不是中文，是几个简单的音节重复，发音古怪。西凹月，西笑月，像是在念一个名字，小月。
我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撞倒了旁边的监听音箱，巨大的声响在房间里回荡，脚下的哼唱声和撞击声瞬间停止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站在原地，心脏狂跳，耳朵里嗡嗡作响。是幻听吗？是因为长时间专注听磁带，精神紧张导致的？还是这盘该死的磁带真的关乎人命，并且已经把我牵扯进来了？我看向工作台上那盘老旧的卡带，在台灯的光线下，它静静地躺在播放器里，黑色的塑料外壳泛着油腻的光泽，像一只沉睡的毒虫。我不能再独自处理这个了，我需要找人帮忙，至少需要第二个人在场。我抓起手机，想打给同样做音频修复的朋友老赵，但看了一眼时间，凌晨1点半，又犹豫了。而且这事太诡异，电话里说不清，先离开这里，去市区找个24小时咖啡馆，熬到天亮再说。我迅速保存了所有音频文件，备份到加密云盘和移动硬盘里，然后关掉设备，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准备离开。就在我转身走向房门的瞬间，啪嗒，我工作室里那台老式的用作装饰的 reel-to-reel 盘式录音机，它那巨大的本应关闭的电源指示灯突然亮起了诡异的绿色。机器内部的马达开始自动旋转，发出低沉的嗡鸣。卷轴上空空如也，没有磁带，但它就是转了起来。我死死盯着那台机器，它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早就断了内部线路，只能当摆设。嗡鸣声逐渐增大，中间夹杂着噼啪的静电噪声，然后一个声音从他那早已破损的喇叭里传了出来，不是磁带里的任何一段录音，是一个全新的带着电流干扰的年轻女孩的声音。你听见我了？帮我。声音断续，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扎进我的耳膜。是林小月的声音，和磁带里一模一样。我再也无法忍受，拉开门冲了出去，钻进院子里的车，发动引擎，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头也不回地驶离了那栋房子。后视镜里，我工作室的窗口灯还亮着，而窗前似乎有一个模糊的矮小的身影轮廓，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开上主路，汇入稀疏的车流，我才稍稍缓过气。我把车停在路边一家便利店门口，买了杯热咖啡，双手捧着，依然止不住颤抖。不是幻听，那台盘式录音机不可能自己启动，更不可能发出声音。那盘磁带，或者磁带里附着的什么东西，被激活了。它找到了我，通过我的设备，通过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关乎人命。我现在信了。天亮后，我回到了工作室，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一切如常。那台盘式录音机安静地立在角落，指示灯熄灭，仿佛昨夜的一切只是噩梦。但我手机里录下了一段音频，在冲出房间前，我下意识地按下了手机录音键。回放时，能清晰地听到机器启动的嗡鸣和那句“别走，你听见我了，帮我”。我联系了委托人留下的一个邮箱地址，简单说明听到了异常内容，询问更多背景信息。邮件石沉大海，我必须自己查。我搜索了青川中学、林小月、1987，网络信息寥寥，只有几条本地论坛的旧帖提到青川中学上世纪80年代末确实有个女生想不开跳楼，细节模糊。但在一篇关于旧校舍拆除的新闻报道评论里，我找到了一个网名旧时光的用户留言。什么自杀？
那帮小畜生和老师一起瞒天过海罢了。小月那孩子是被关在旧校舍活活吓死的，最后从楼上掉下来，人都摔碎了。我姑姑当年在学校食堂工作，听见他们夜里在锅炉房那边。留言到此中断，没有下文。用户旧时光最后登录时间是7年前。锅炉房，磁带里那段日记也提到了锅炉房。我通过朋友的关系联系上了一位曾住在青川镇后来搬走的退休教师。电话里我谎称是研究地方教育史的研究员，想了解一些80年代的校园生活。当我无意中提到听说当年有个女生意外去世时，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是有这么回事。老教师的声音变得很低。林小月，初2的学生，平时很文静，成绩中上。出事前那阵子，据说有点神经质，老说听见奇怪的声音，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不该看的东西。有传言说他撞见了学校几个高年级的男生，还有一位体育老师，在旧校舍后面，好像是欺负流浪猫狗，还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老教师语气闪烁。反正后来他就出事了，学校压下去了，定性为学习压力大，自杀。但他家里人好像不服，闹过一阵，后来也不了了之了。旧校舍的锅炉房，你有印象吗？电话那头传来倒吸凉气的声音。你怎么知道锅炉房？那地方早拆了，当年就传说不太干净，有学生玩闹说听到下面有哭声。小月出事后，就更没人敢靠近了。他顿了顿，急促地说，我这边还有点事，先这样吧，那件事你最好别深究，对谁都没好处。电话挂断了，线索指向旧校舍，尤其是锅炉房。磁带里藏着的很可能是一桩被掩盖的欺凌致死事件，而林小月的怨念，或者说某种残留的信息，就附在这盘磁带上。为什么现在出现？为什么找上我？我想起自己听觉过敏的根源。我10岁时曾目睹班上几个同学将一名患有口吃的男生锁在体育器材室里，模仿他的结巴，大声嘲笑。我站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勇气阻止，也没有报告老师。那个男生后来转学了，此事成为我心底一根隐秘的刺。我对声音的过度敏感和执着，是否也源于此？源于对听而不救的负罪感？这盘磁带是否感应到了我这种能听见却曾选择沉默的特质？白天相安无事，我继续分析磁带 B 面剩余的部分。在会议录音之后，还有一段很长的极其微弱的背景音。我用降噪和增益技术处理了很久，才勉强分辨出内容。是许多人在低声说话，混杂着，听不真切。但反复聆听后，我捕捉到一些重复出现的词句碎片。不关我们的事，他自己要看的。老师说了，别说出去，丢下去，就说是自杀。锅炉房堵上，磁带处理掉。最后是一个男孩带着哭腔的几乎听不见的喃喃自语，小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只是太害怕了。这段杂乱的背景音像是事件发生后涉事者们慌乱、恐惧、串供的现场录音，不知被谁偷偷录了下来，又拼接到这盘带子里。真相似乎很清晰了，林小月撞破了某个集体秘密，被关押，最终被害，伪装成自杀。参与者包括学生和老师，而这盘磁带阴差阳错地记录了部分真相。傍晚，
我决定去一趟青川镇，旧址也许还在，至少要去看看。青川镇离我所在城市2小时车程，抵达时已是黄昏。镇子比我想象的凋敝，很多老建筑空置。青川中学已经搬迁到新区，旧址被一家私营小工厂占了一部分，剩下的区域荒草丛生。我找到了旧校舍，那是一栋红砖的3层楼，窗户破碎，墙皮剥落，在暮色中像一具巨大的骷髅。旁边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应该就是当年的锅炉房区域，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我打开强光手电，跨过锈蚀的铁丝网，走进废墟。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腐烂植物的味道，夕阳的余晖给断墙涂上一层血色。很安静，只有风声和我的脚步声。我凭着印象寻找可能的地下室入口。在原本锅炉房位置的后面，我发现了一块严重锈蚀，几乎与地面齐平的铁板，边缘有缝隙。我用随身带的撬棍试了试，铁板松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下面黑洞洞的，有一股阴冷潮湿的霉味涌上来。我用手电往下照，是一个大约2米深的地窖，砖砌的，里面堆满了杂物和垃圾。角落似乎有个向侧方延伸的洞口，很小，像通风管道。正当我犹豫是否要下去时，口袋里传来震动，是我随身带的另一台便携式录音笔，它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此时，它的屏幕上显示着 REC， 正在自动录音。可我根本没按录制键。我拿起录音笔，按下播放键，将音量调到最小，贴在耳边。先是一阵沙沙声，然后我听到了声音，很多人的脚步声，凌乱、匆忙，从录音笔的微型麦克风里传来。尽管我周围一片死寂，喘息声，拖拽重物的摩擦声，一个女孩压抑的、绝望的呜咽，和一个熟悉的、冰冷的男声。就这里，快！录音笔里的声音与我身处的这片废墟在时空上重叠了。我手一抖，录音笔差点掉下去。而就在此时，我脚下那块松动的铁板突然向下一沉，我失去平衡，整个人沿着陡坡滑了下去，跌进地窖的杂物堆里，尘土飞扬，呛得我咳嗽不止。手电筒摔出去老远，光线乱晃。我挣扎着爬起来，摸到手电，还好没坏。抬头看去，我刚才下来的那个缺口离地窖顶部还有1米多高，四壁光滑，没有可攀爬的地方。我被困住了。更糟的是，那铁板咣当一声自己盖了回去，地窖陷入完全的黑暗，只有我手电的一束光。我强迫自己镇定，用手电照射四周。地窖不大，大约10平米，堆满了破桌椅、废铁料和各种垃圾。刚才看到的那个小洞口就在我对面的墙角，直径约半米，黑黢黢的，不知通向哪里。我检查了其他墙壁，没有其他出口，只能从那个洞口爬出去试试了。也许它是通往其他地下管道的。我跪在洞口前，用手电往里照。洞内是砖石结构，似乎有些年头，里面很潮湿，长着滑腻的青苔。通道狭窄，只能匍匐前进。我刚把头探进去，就闻到了一股味道，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更陈旧的、难以形容的气味，像是灰尘、铁锈，还有一丝淡淡的、甜腻的腐臭混合在一起。同时，我口袋里的录音笔再次震动，我拿出来，屏幕依旧显示录音中。我咬着牙，再次播放最新录到的内容，这一次声音更清晰了。是那个女孩林小月，
他在说话，声音虚弱，断断续续，仿佛就在我耳边。好冷，墙好硬，他们在外面说话，说要把我永远留在这里。然后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干呕，接着录音笔里传来我自己的声音，是我刚才跌下来时的咳嗽和喘息，两个时空的声音在这个密闭的地窖里被这支诡异的录音笔交织在了一起。我明白了，这地方就是当年关押林小月的所在，或者至少是其中之一。他的恐惧，他的绝望还残留在这里，被这盘磁带，这支被感染的录音笔，或者说被他未曾消散的怨念所捕捉，所重播。而我，一个能听见的人，闯入了这片残留着强烈声音记忆的场域。手电光开始不稳定的闪烁，电池快没电了，我必须在彻底黑暗前离开这里。那个小洞是唯一的路。我将背包背在胸前，俯身爬进洞口。洞内比我预想的还要狭窄，我的肩膀和背部摩擦着冰冷的砖石，青苔滑腻腻的，空气不流通，带着那股甜腻的腐臭味。我艰难地向前爬了大约5-6米，通道似乎微微向下倾斜，手电光越来越暗，只能照亮前方一小段距离。突然，我的左手按到了什么东西，不是石头，也不是垃圾，触感柔软，有弹性，外面包着一层粗布。我用手电照过去，那是一只手，一只已经干枯但尚未完全腐烂的人手，从通道侧壁一个塌陷的缝隙里伸出来，五指微张，指尖发黑。我胃里一阵翻腾，差点吐出来，但我强迫自己仔细看，那手的尺寸很小，是个孩子或者少年的。手腕处套着一个褪色的印着卡通图案的塑料发圈，发圈上用油性笔写着模糊的小字 LX.Y 林小月。她的一部分真的被永远留在这里了，不是在锅炉房，而是在这个更隐蔽的连接地窖的狭窄通道里。难怪当年搜索的人没找到，他们可能只检查了地窖本身，没想到还有这么隐蔽的夹层。极度的恐惧之后，一种冰冷的愤怒涌了上来。那些施害者，那些掩盖真相的人，他们埋葬了一个少女的生命，也埋葬了她的尸体的一部分。手电光忽明忽灭，我听到身后传来声音，不是录音笔里的，是真实的从地窖方向传来的声音，是哼唱声，林小月哼的那首曲子。声音越来越近，正沿着我爬进来的通道向我靠近，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狭窄空间里爬行。我头皮发麻，不顾一切地向前爬，手脚并用，衣服被突出的砖石刮破，皮肤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我不敢回头，前方出现了微光，不是手电的光，是自然的昏暗的天光。通道尽头到了，外面是黑夜，但有光。我用尽最后力气，手脚并用地冲出了洞口。外面是一条荒废的小巷，堆满建筑垃圾。我跌坐在碎石地上，大口喘气，贪婪地呼吸着夜晚清冷的空气。我出来了，我回头看向那个黑乎乎的洞口，哼唱声消失了，但我知道它还在里面，或者说它的某一部分还在。我没有立刻离开，我坐在那里，直到呼吸平稳，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手机，有信号。我拨通了报警电话，我要报案，关于青川镇原青川中学旧址一桩可能发生于1987年的谋杀案，以及发现疑似人类遗骸
警察到来后，我提供了磁带、录音笔的备份，并带他们找到了那个地窖和通道。后续的调查证实了我的猜测，通过 DNA 比对，确认了那部分遗骸属于失踪多年的林小月。一桩尘封30多年的旧案开始重新启动调查，媒体跟进，当年的一些涉事者被逐一询问。压力之下，有人开始松动。我似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林小月的冤屈有望得雪。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从青川镇回来后的第7天夜里，我又在工作室熬夜处理音频。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我接起。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带着电流杂音的声音，平静的可怕。谢谢你找到我。是林小月的声音，但不是磁带里那种恐惧绝望的语调。但是还不够，那些声音，那些沉默的声音还在，你能听见的，对吧？帮我都找出来，否则我会一直跟着你，让你的耳朵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电话挂断了，我查了来电号码，是空号，而我的监听耳机里开始出现持续的极低频的嗡鸣，任何降噪手段都无法消除。那不是耳鸣，我能分辨出来，那是某种声音，某种只有我能听见的，承载着过去痛苦和怨念的声音背景板。我的听觉过敏症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进化，我开始能听到更多不该听到的东西。墙壁里水管流动的呜咽，深夜远处街道上模糊的争吵片段，甚至一些人身上散发出的极其微弱的代表恐惧或愧疚的情绪频率。林小月的怨念，或者说她遗留在世间的声音信息体，并没有因为尸骸被发现而安息。她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接收器，一个校准点。她要我继续去听，去挖掘更多被掩盖的沉默的罪恶。我关上灯，坐在黑暗里，耳机里的低频嗡鸣如同潮水，持续不断。窗外的城市灯火闪烁，每一盏灯下可能都藏着未被听见的哭泣，未被诉说的秘密。我的耳朵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而那个声音还在低语。听，仔细听，下一个在哪里？